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高月香爆火全网，流量还是实力？数字真相揭露背后真相。2025年上半年，一位女性角色意外地站上了热搜巅峰，她就是赵丽颖在电影《向阳花》中饰演的高月香。据猫眼专业版统计，高月香成为今年上半年热搜次数最多的女性电影角色。这一消息一经发布，立刻在网上掀起了热议。为什么高月香会火成这样？是因为赵丽颖的流量，还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过于吸引人？这一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娱乐产业逻辑？随着热搜战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，这场关于影视角色与演员影响力的讨论才刚刚拉开帷幕。有人说，高月香的走红是赵丽颖多年积累的结果，毕竟她是圈里被称为收视女王的演员，演啥火啥，粉丝基础扎实。但也有人不买账，认为角色才是核心，高月香的个性魅力和剧情设定才是出圈关键点。这两种观点像两支拔剑而出的骑兵，在网络舆论场上杀得难解难分。支持赵丽颖的粉丝列出一长串数据，她主演的多部作品都曾创造收视奇迹，甚至连路人都难以忽视她的存在。而另一边的观众则表示，赵丽颖固然优秀，但这次的亮点是高月香这个角色本身，因为这个人物真实有张力，代表了无数普通女性的奋斗缩影。那么，到底是赵丽颖成就了高月香，还是高月香成就了赵丽颖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得从头说起。《向阳花》是一部聚焦底层女性奋斗的电影，讲述了高月香，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普通女工，如何一步步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个角色有泪点也有笑点，她拼过、痛过，但从未放弃。可以说，在当下这个讲究共情感的影视环境里，高月香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内心。有网友直言，高月香身上让我看到了自己，那种咬牙坚持的感觉太真实了。还有观众评论，这是赵丽颖最有烟火气的角色，她把角色的普通和闪光点都演活了。但也有部分人认为，高月香的故事有些套路，无非是社会底层逆袭的老桥段，被翻来覆去的讲述罢了。导演王旭东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赵丽颖为了演好高月香，不仅查阅了大量资料，还深入工厂体验生活，与流水线女工同吃同住，学习机械操作。质疑声依然不绝于耳，一些观众认为，这种提前体验生活的方式固然值得尊重，但与真正经历这些困苦的人相比，还是显得隔靴搔痒。就在大家以为讨论会告一段落时，一些意想不到的声音开始浮现。有人认为，高月香的火爆并非完全靠角色本身，而是借助了平台的推动。这部电影上映后，主创团队在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一波高月香挑战赛，号召网友模仿角色经典台词和动作，吸引了大量关注。这种营销方式虽然有效，但也让人担忧，角色的热度是否有可能过于虚假，是靠算法堆出来的。另一部分人开始批评影片过于理想化，认为高月香的逆袭之路在现实中难以复制。有人说，电影里的高月香总能遇到贵人相助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生活哪有那么多神转折？这种质疑直戳影片的核心设定，也让一些观众开始重新审视高月香的故事是否过于梦幻化。赵丽颖的粉丝则迅速反击，认为这些批评是鸡蛋里挑骨头。他们坚持认为，无论热度来源如何，只要角色能引发讨论，就已经成功了。这场争论似乎变得越来越情绪化，但正当争议难分难解时，一个数据让舆论彻底炸开了锅。据权威票房统计，《向阳
花上半年的票房直接突破30亿大关，成为年度票房冠军候选影片之一。更加令人意外的是，一份观众调查显示，高达87%的观影者是被高月香这个角色吸引走进影院的。这一事实似乎坐实了角色大于演员的论调。剧情还没到此结束，一位自媒体博主发文爆料称，向阳花剧本在最初创作阶段，导演并没有考虑让赵丽颖出演高月香，而是看中了另一位年龄更大的实力派演员。然而由于投资方强烈要求启用当红流量演员，才最终定下赵丽颖。这一爆料瞬间点燃了网络，对高月香的讨论火速转移到了演员挑选背后的商业逻辑上。有观众质疑，如果换了演员，这个角色还能火吗？另一边则有人反驳，赵丽颖的演技早已证明自己，她就是最好的高月香。双方交锋之激烈，堪比一场无硝烟的战争。尽管票房和热搜数据都很亮眼，但向阳花并非毫无争议。在电影评论圈里，高月香的角色塑造也引发了一轮深刻反思。一些评论家指出，这个角色虽然足够生动，但在情节上仍存在一定迎合性，过多强调观众喜欢的戏剧化转折，而忽略了对真实困境的深入探讨。高月香的故事也暴露了当前电影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，女性角色的塑造依然过于单一，往往集中在苦情奋斗等标签上，缺乏更多元的表达。一些观众甚至调侃，高月香是从上一代傻白甜和大女主升级来的版本，但终究逃不过女性必须拼命才能成功的套路。对于赵丽颖本人来说，这种声音显然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作为一线演员，她已经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尝试了多次突破，但似乎始终无法摆脱角色火了却容易被贴标签的怪圈。这个现象不禁让人深思，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平衡？向阳花和高月香的成功确实值得庆祝，但也值得反思。当我们为一部电影角色的热度欢呼时，是否也该这种热度能否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？高月香的故事固然精彩，但它是否过于依赖理想化的叙事，而忽略了普通人的现实困境？赵丽颖的演技依然在线，但她是否仍需要更多样化、更有深度的角色来拓宽自己的戏路？面对这些问题，热搜背后的真相或许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复杂。赵丽颖版的高月香火遍全网，但她的成功究竟是角色本身的魅力，还是流量平台的推波助澜？如果换成一位不那么有名的演员，高月香是否还能如此受欢迎？你怎么看？